对啊，对，然后右移重心，不对，你是在平移，知道吧？你平移的时候这儿会受力，膝盖会不舒服，受力，膝盖会不舒服。对，就像你走路一样，走路一样是，对，就像你走路一样，走路一样是吧？走路一样，啊，对，弓转，弓转看，是吧？对，弓转，肩与胯合，知道吧？肘与膝合，肘与膝合。现在你需要做到肩与胯合。我做夸张一点就是这样，知道了吧？我做夸张一点。托马斯做的很好。有没有多余的？一点多余的没有，是吧？它翘起来是为了做演示，它是为了，你可以刚开始的时候你做不到位的时候，你可以把脚尖翘起来，翘起来，就是其实是不翘的，啊。不喝了，对，你的脚尖外摆的过多了，你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改掉，因为你不改掉的话，你会一直这样平移重心，就没有弧线了。陈氏太极拳要有当走后弧的，知道吧？啊，对，嗯，对，对对，就这样。你就这样之后呢，我跟你说，就是不是昨天不是老师讲了吗？你蹲得太低的时候，你没空间移重心了，所以你的步子跟你的屈髋的高度是成比例的，就是你要保证有移动重心的空间啊。你看你又平移了，你这样会膝盖不舒服，知道吧？还是平移。这么跟你讲，看着啊，你把脚尖翘起来，看着啊，翘起来的时候是不是这样了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这是夸张的做法，你要先理解这个。这就是你打拳就是膝盖经常疼的原因。我让那个姐姐上手来给你指正一下。等一会儿。稍节轻如羊背。那为什么到现在我们的下盘会来回转动不稳定呢？第一个，因为前面我们是在模仿造型嘛，对吧？模仿造型了，觉得这个造型漂亮，这个造型好看，哎，我先比划出来，先摆好，心急嘛，就是沉不下去，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光去练外形结构了，然后慢慢的再去找那个下盘的稳定，就需要咱把心沉下来。第一步，先静。你看咱刚才学结构的时候就没有给大家说静心的事，那么接下来这一组呢，就把心静下来，不要着急。不要管自己做的对不对错不错，因为我在你们后边的，你错了，这不一下就改过来了吗？你怕啥呀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以前有运动习惯，就是师傅说学拳容易改拳难嘛，你的肌肉已经形成一定记忆了，它需要一个过程给它改掉。你想想，就是大家都爱吃米，突然来我们这儿天天吃面条，是不是也受不了？那不得适应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得适应一下。所以说慢慢来，不要着急。
最终的目标是啥吧？我们中老年人的身体，腿上有劲儿，腰上活，梢节轻，你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了，知道了吧？比如说这个姐姐之前练广场舞，她练广场舞就是天天晃胯，导致了她一习惯一移重心就先晃胯，移重心就先晃胯，那很正常嘛，对不对？就肌肉记忆了，习惯了。比如这个练瑜伽的姐姐，你看她的身材很好，但是她一动，她软开度特别好，一软整个力量都会容易撑到韧带上，把骨骼的结构放弃掉了。所以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运动习惯，这是正常现象，慢慢来，一定要记住，学太极不能急，对，很好，不能太急啊，很好。来，最后一组练完啊，练完之后我们开始咱们的对，补充一点，就大家好像说老师我怎么把膝盖往回收，知道吧？啊，咱们练拳的时候有一个2个夹角的配合啊，屈膝过多了，你会顶胯，上身往后倾。这个时候你看咱的髋啊，这叫髋关节，咱民间的叫法叫胯，就是在运动生理学当中没有说胯的这个说法，叫屈髋，是不是重心也就往后走了，对不对？而且膝关节从一个跪膝直接就往回收进去了。但是注意屈髋的时候啊，也不要过，为啥？因为屈髋多了会撅屁股，一屈髋撅屁股了，那怎么办？那屈膝呗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去调节自己的髋膝配合，主要是靠髋关节和膝关节。顶了那就屈髋，撅了那就屈膝。如果说老师我一屈膝我可累，我受不住了，那就站高就可以了，明白了吧？所以这是关节之间的配合，咱们全程讲课都是以人体的运动科学去讲课啊，不会让你们听了可迷糊。怎么去解决当下的问题，一句话就解决了，真传一句话，假传万卷书啊！来，准备第4组开始。对，45度啊，圆裆屈膝，松胯下沉。保持力在大腿与脚跟，然后变虚实转化，感受力量在你的脚，从脚后跟到拳脚掌依次转换。小腹微微绷紧，小腹绷紧它，不要去把小腹露出来，小腹收，对，肚子用点劲儿。这肚子，哎，对，你看一笑不都收紧了？对，笑一笑10年少，一笑肚子一下都收紧了，哎，是很好啊，很好啊。核心收紧就是我们太极拳当中说的一手丹田了啊。咳嗽，再咳，用点劲儿，不要轻咳。对，好，合住劲儿，不要动，屁股就收进去了。对，很好，哎，很棒。哎，对，大哥，你看这一把做了就很棒了啊，很好了。收小腹，咳，啊，不是静，哎，好，感受到腹部收进去了吧？哎，很好。对，过了，往后。哎，我觉得差一点就不一样，是吧？屈髋少了，对，哎，好，收小腹，咳嗽，对，很好，收住腹腔啊。哦，下午了姐，你让波波赶紧给你拿双鞋啊。哦，波哥，没有我的。下午赶紧给他拿双鞋啊。他带运动鞋跟儿，带跟儿，鞋带跟儿啊，鞋带跟儿老顶他往前啊。那会儿下午看给你找找啊。好，啊，怎么了？我说法是我做的都没有什么都没有。因为你步伐窄吧？是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啊。我还是我的胯松对了。停了呀，大螺旋跟你的胯姐姐毛关系都没有的，为啥？因为你的重心转化，你只有腿部的折叠运动。如果你觉得幅度小，是因为你的步子窄，身法高，你知道吗？大一点有了呀，你多移一点，对，这不有了吗？再走，这不有了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有了？对，这懒，这不是直字错啊！看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就步子大身法低，是不是相对来说就会累？你撑不住，那你没办法是吧？对，所以还是那句话，大家不用着急去蹲低幅度大，因为你现在我说这2个姐姐，人家俩练多长时间了，知道吧？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，那不能说这个不是我一手带，这人家自己都有水平啊，就跟我们俩互相交流了一下啊。这个姐是我一手带，他们幅度大是因为他们吃了很多大家曾经没吃过的苦，知道了吧？就是他们往那一站就哆嗦成这样。我在后边站着给我练，他们都是这么过来的，知道了吧？所以他们幅度大很正常，步子大，身法低，幅度一定会大，理解啊？
好，然后第二个，然后今天跟大家讲咱大螺旋当中最后一个要求啊，叫做小腹内收。小腹内收是咋收的呢？就是谁平常比较敏感一点？哎，你来吧。啊，为啥呢？就是小腹内收到底什么感觉？就比如说我们两个都非常自然，来你观察我啊，自然方面。哎，对，看到这就是小腹内收，明白了吧？啊，看到了没有？哎，不要笑，这就是这个感觉了。我就是这样学会的。对，就是一瞬间一打肚，看到了没有？这就是轰内收，明白了吧？就是我们说小腹内收的时候，不是吸着气把肚子往里瘪，而是一瞬间紧张，把肚子咚顶回去了。这个感觉是啥呢？就是相当于你看，你摸摸肚，咳嗽，或者打喷嚏，笑，哈哈哈，是不是都是在收小腹？所以收腹的概念是指的把你的腹横肌、腹直肌微微收紧。这个收紧不是让你用很大的力量，而是说轻轻的收紧。就在那一瞬间紧张了，那这就是劲儿大了。就是你用一个刚刚好的力量，能够怎么样？你看咱的后腰啊，看，比如说老师，我这一蹲，我胯也对的，膝也对，为啥我屁股那么翘呢？天生翘屁股不是？那骨盆前倾啊，你就可以看，看到没有？小腹轻轻往里一收紧，嘚儿，是不是屁股就收下去了？而且屁股在这个过程里不要紧张，一定记住啊，我们的人体有2个动力链，一个是后表链，一个是前表链。前表链腹直肌负责的是往上提，明白吗？后表链腰方肌负责的是往上提，明白不？啊，对，所以一定要记住，你收腹的时候靠的是前表链，不是后表链。很多人说老师收屁股，我知道屁股一下绷紧了，那把自己的胯顶飞出去了。所以收腹脸臀跟屁股关系不大，跟腹腔关系大。所以小腹内收的目的是为了干啥？不是为了让你收，是为了让你放松腰，理解了吧？是为了把腰拉长。所以大家如果不会收腹，很简单，就是刚才那个状态，哦呦，一下就上去了，是不是？它不需要你呼气，也不需要你吸气，就是突然一紧张，是不是起来了？感觉到后腰嘣撑出去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大家就记住一件事，你在练功的时候不要用那么大的劲儿，轻轻的一收就可以，用最小的力量把它提起来，理解？好，找感觉开始。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组的大螺旋啊，来，最后一组练完之后小螺旋，不，练完之后站桩，不好意思啊，下午小螺旋，下午小螺旋啊，好了，好，太棒了，收小腹，这怎么刚说完，这一蹲就屁股就翘起来了啊，哎，对，很好，哎，你看这个小腹收的就很棒啊，稳住啊。上身立直，眼看前方，不要看地。你们越看地，你的上半身越容易往前倾，明白吧？往后 ，OK。哎，这个好多了，刚才膝关节顶的太多了。脚，哎，对抗，把力量放在这儿。对，膝关节对住脚尖，你看你看膝关节，你要一往外走，是不是膝关节对着小脚趾？你对着2、3脚趾。讲课呢，听啥呢？2、3脚趾啊，对，好多了吧？啊，撑开啊，你的膝关节有点内扣的，对，对，哎，很好，有一撑，步子再大点，步子再大点，还闭着眼睛。OK， 收小腹，哥哥，对，哎，很好，哥哥，哎呀，太棒了，非常稳啊，非常稳，很好。小脚这个打一个播放键，一个暂停键，是吧？这儿啊，很好啊。好嘞，哥姐们，接下来的内容呢，我们就比较放松了啊。下面的内容是站桩，就是很多同学说，老师这个站桩到底有什么作用，有什么值得大家去练的？首先，我先跟大家说2个前提啊。第一个，站桩好不好？好，但是呢，站桩是一种
比较像保底儿练法的这个说法。就比如说大家年龄很大了，70多了，80了，让你去打个拳打不动了，让你去爬个山爬不了了，走个路走不动了，怎么办？站桩，知道了吧？就这更像是一个保底的训练方式。首先第一，为啥说站桩好学呢？第一，入门简单嘛，往那一站，恒定不动，不需要大家有复杂的动作和关节的过多运动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呢？为啥站桩让男人身体变好了？不是身体变好了，是心态变好了。为啥呢？你看啊，我每一期同学都给他们讲一个小故事。我是没事喜欢往山上去钻，就喜欢找道观。那个道观里边有个道士跟我讲的那个小故事，他说呀，以前有个人叫混沌，啊，他有个好朋友叫做疏忽。那个疏忽呀，他觉得这个混沌每天可开心了。因为混沌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状态，是不是？就感觉到，哎呀，只有他自己，什么都没有，外界任何东西他都感受不到。然后那个疏忽啊，就每天拿个凿子，拿个锤儿，一天给他凿个眼，凿了7天，凿了7个眼，混沌死了。为啥？他凿出了7窍，凿出了眼耳口鼻七情六欲，眼睛看漂亮的东西，嘴巴吃好吃的美食，鼻子闻好闻的事物，让混沌整个人都在往外界去观察东西，不观察自己，内耗耗死了。这就是我们当今社会的一个状态，对不对？整天孩子考试考不好，我好内耗呀；我工作被领导打，我好内耗呀。每天都在内耗自己，把自己耗干精气了。所以站桩呢，就是一个简单的姿势和恒定的状态下去内观自己。什么叫内观？比如说，来哥姐，我带你们找个好玩点啊。什么叫气感？老简单，来把手拿出来啊，拿出啊。好，现在放到自己的面前。啥都不要想啊，我们一起看着自己的右手掌心或者左手掌心10秒钟，来10，盯着它啊，不要跑神儿。9、2、1。有没有发现你的劳宫啊，时而热时而冷，反正就有点不同的感觉，跟你手的别的地方不一样，是吧？就你观察住这个地方。发现开始手上有不同的体感了，就是盯着它不动，是不是？好，来放啊！这不是什么邪教组织啊，这是正常的人体的运动生理知识。就我们人的思维，眼睛不是心灵的窗户嘛，对不对？你的眼睛往哪看，那么你的思维就会往哪去走。那当你的思维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那你是不是就会感受它，或者说观察到它，对吧？就比如说我喜欢个姑娘，哎呦，这个小姐姐长真好看，我是不是得没事偷偷看一眼，看她在那干啥呢？这就叫做观察。所以说内观就是在表达一个在站桩的状态下观察自己的身体。一会儿我会教大家怎么走小周天啊，观察我们应该观察的地方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啊。第二个，第三，站桩的结构跟咱们刚才学的为啥先学大小螺旋？因为站桩的结构跟圆裆屈膝一模一样，步子又小又窄，身法又高，所以你说哪个难度高？是不是站桩简单啊？来，两脚平开步啊，两脚脚尖自然朝前。啊，自然放松。这个地方啊，脚与肩同宽。他说了哪与哪同宽呢？叫做涌泉对肩颈。肩颈是哪？这儿啊，泉眼儿颈口，明白吧？涌泉对肩颈就是与肩同宽了。站到这儿之后呢，你把腿先蹬直，重心先往后整体移动，放在脚后跟上。哎呀，停，好，屈膝后坐，是不是力都在大腿上，对吧？好，站桩脚下感受前4后6，脚趾轻轻抓地，足弓虚虚凌起，你下盘就做好了。然后第二点，往上走，收小腹，轻咳。对，轻咳的时候不要光去感受你的肚子，感受哪？感受你的后腰。你看一咳，是不是后腰有一种蹬开的感觉啊？这叫命门打开，理解啊？好，然后第3步。先注意看一个动作啊，就是大家现在站桩，我跟你们讲，为什么越站肩膀越酸？因为大家不正。来，站直啊，站直。先记住刚才说了2个点啊，一个是怎么去松下来，怎么去蹲，一个是怎么收小腹。好，第3个就是肩关节最重要的一点。我从咱们来到现在观察，发现大家有一个不同的情况，就是探头、圆肩，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带一点。就这个小家伙还好一点，他不探头圆肩啊。那么我们怎么办呢？来，奉天理气。2手合十放在胸前中线，这是一个运动康复的动作。沿鼻尖、眉心、额前向后，看指尖啊，沿头顶弧线向后向下，放到你的脖顶后侧啊，来吸气，
把胸腔撑开，夹住你的后背。好，手肘下落找肋骨，呼气，慢慢压下来。好，手掌翻，掌心在上。好，下落。如果感觉到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左手或者右手发麻了，那就证明你的颈椎已经出问题了，或者你的肩周已经出问题了，知道了吧？如果没麻，证明很好，现在暂时还没有出问题，知道了吧？好，落下来。现在有没有发现自己长个儿了，变高了？来，再来一次啊，走，穿，向后，对，不要抬头啊，吸气，好，放松，压住你的肋骨啊，向下呼脚，手落下来之后，不要再回到你驼背的状态了啊。现在你的整个人是一个非常中正直立的状态，每个人都是模特身材。然后你再站到这儿，两脚并拢，你会发现自己的视野都变高了。为啥？因为你本来就这么高，你驼给自己驼矮了，知道了吧？所以说，保持这个颈直立、胸背直立、立身中正，这才做到这4个字儿。因为以前咱们是都听立身中正，但是从来没有中正过，这个才叫中正，知道了吧？好，现在呢，来把两脚打开，这个状态不要丢啊。好，脚尖朝前，涌泉对肩颈，重心先向后，感受脚后跟变沉，来屈膝坐。好，力量是不是都在大腿？好，来1、2、3，收腹。对，很好，腹部收进来了。好，两手直接向上慢慢抬起，对，掌心在下，手腕在上。注意啊，两手手腕与肩同高同宽。好，注意看我的肩膀是怎么松的，不是往下坠，肩外旋，看到了没有啊？沉肩坠肘不是肩膀往下压，是肩关节外旋，肘关节随着肩关节的旋转带动肘关节向下。好，保持腋下能够容纳一个鸡蛋的位置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开。你看姐那样的话，鸡蛋都掉地上啊。对，能夹住一个鸡蛋，这个鸡蛋不大啊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大家注意感受啊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手伸出来之后，你脚下的重心不再是前4后6了，脚后跟比刚才轻了一点啊，那就是因为你在举手的时候又往后仰了，知道了吧？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杠杆效应。来看啊，现在你来手拿下来啊，坐好，来屁股往后，腰胯往后，看啊，现在重心是不是在脚后跟上？你把手直接往前抬。有没有发现，随着手抬得越来越高，脚后跟的重量会变轻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人体的杠杆。然后你说老师，那我想让我再沉的低一点怎么办？把手往回收，你会发现脚后跟又开始重了，你就顺着这个劲儿往下蹲就可以了，明白了吧？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老师这个手往前往后，这个距离怎么把？距离是你的，跟肚子的大小关系是一样的。你想站的身法比较低，那么你手就会更远。明白吧？因为这是一个杠杆，你要是你看你蹲了好低，你一收手，是不是就过去了？手往前伸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个杠杆找到身体的平衡，理解吧？所以你站得越高，那么你手就会越近。你会发现有的人站得老高都这样，是不是？就以前那种大街上的站桩了，有可多这种仙儿，往上一鼓杵，缩到这儿不动了，那就因为站得很高了，知道了吧？把手臂的距离跟自己身体的平衡找到就可以了。然后一定注意肩关节的这个位置，它不是靠压肩，它是靠肩膀的外旋，能明白吧？人体的9大关节，肩、肘、手，肩关节主要的运动是旋转和环绕啊，肘关节主要的运动是折叠，腕关节主要的运动是旋转。所以我们想要让肘关节往下坠怎么办？旋肩而不是压肩。所以好多人说老师，我打拳挑肩架肘是因为啥？不是因为你肩太紧，是因为你肩膀在不断的过度旋转，导致了挑肩架肘，明白了吧？所以站桩的时候要保证肩是在外旋，肘关节会自然下落，肩关节会自然放，是不是感觉到沉下去了？这就是沉肩的方法。所以很多老师一讲压，你压没有用啊，就是肩关节往外旋，肘关节自然下落，自然就松下去了，明白了吧？好，来准备好啊，我们开始进入到站桩的状态了啊。好，立身中正，先做奉天理气，把那圆肩驼背的事儿先给它去掉啊。好，吸气。好，来手肘下压肋骨，放松下沉，搭到身体两侧，目视前方啊，立身中正。好，微微屈膝，重心下沉，提左腿向左横开半步，左脚脚尖轻点地，两脚脚尖自然朝前，涌泉
对肩颈，两脚与肩同宽。好，先把重心整体向脚后跟移动，随后脚后跟变成松胯屈膝往后坐，感受力在大腿不在膝盖手慢慢向上拎起，感受前脚掌五指能够微微踏地，轻轻踏实。好，拎起来之后，外旋两肩，松肩坠肘，找到自己喜欢的前后距离就行了。然后两手之间的宽窄距离大约就是一拳的距离大约就是一拳的距离，明白吧？不要太近，也不要太远，一拳一拳就够了。哎 ，OK， 可以很好然后最后手，咱大家都是成年人劳宫对乳中，劳宫对着咪咪头，非要跟你们说这么直白明白了吧？姐长太高了，往低点，对，头哪长那么高了？往下走，再走，对明白了吧？劳宫对乳中，对着自己的乳头，理解了吧？哎，很好，明白？好，接下来做3次深呼吸。来，吸气的时候呢，要深，不要这样吸气的时候不要去，这叫憋气。吸气的时候，打开胸腔，后背往下沉，明白了吧？哎，对，很好不要去仰头，就看我的身体这个位置。好，吸气，是不是打开胸腔以后呼吸更透了？好，呼气，再落下去。千万不要这样去吸气对，吸气的时候胸腔向外扩，对，然后慢慢向下松，对，深匀缓长，就想着咱站在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，那口气哗吸老透了对，胸腔开，不要往上架肩好，做3次之后，来沉降下去，感受力在脚底，劲沉大腿，两肩松沉下落，周身自然放松。